崩坏3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许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，我也给出过很多种不同的回答。比如说，它是一个关于少女与少女的王道故事，一个横跨5年的长篇故事，一个讲述成长、陪伴和美好的故事，还有最重要的，它是一个健康、阳光、积极向上的故事。对，这就是崩坏3，一个用游戏才能讲的故事。崩坏3的故事表现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、不断前进的过程。刚开服的时候，1至4章的表现形式很单纯，只有通讯屏对话，很多故事只能用游戏外的漫画或者视觉小说来辅助呈现。但随着团队技术的进步，我们做了许多新的尝试，比如关卡底端字幕和新的对话系统，比如完全以叙事和演出为主的关卡，当然还有表现力最强的动画短片。我们想用能想到的一切形式，带给大家更沉浸、更有趣、更统一的游戏剧情体验。编剧组一直在尝试将叙事与开发团队的优势相结合，达到1+1大于2的效果。最终，我们找到了答案。在主线剧情17章的最后，2位主角迎来了暂时的离别，他们将走上不同的道路。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来表达这场 BOSS 战所蕴含的复杂情感，比如故事发生的舞台、场景的氛围、战斗进行的方式。亚一，为什么？你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。2人回到了最初的相遇之地，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，过去的回忆浮现又消失，到来又远去，最后全部被牙医一一斩断。伴随这场激烈的 QTE， 所有的痛苦和遗憾被拉升至顶点。这场 BOSS 战真正被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激动，因为我们确信这就是我们要走的道路。这也为我们之后制作《十之律者》和《千人律者》的 BOSS 战提供了良好的开端。最近的《往事乐土》呢，又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我们希望用主线和活动以外的方式来讲故事。最早的想法呢，就是要做一种非线性的剧情。我们有8位英杰，其中有4位呢是全新的人物，而我们要用一整个版本的故事去表达出这8个人完全不同的性格、内核以及剧情功能等等。如果还是采用像主线那样的形式，那么对各个部门的压力一定都会是非常大的。但碎片化叙事这种形式呢，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选择。往事乐土的玩法本身呢，也为这个故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。你听过这种说法吗？压力之下的选择，才能揭示一个人的真我。拿艾丽丝这个角色举例，为了让这个烛火之恶线的重要角色能够深入人心，在故事之外呢，我们还赋予了他作为玩法引导员这样的一个身份。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往事乐土的第1层，为你送上最核心也是最关键的祝福，伴随着40句不同的刻印语音，令人无法拒绝。我们编剧组一致认为，原地踏步是不行的 ，something out of imagination， 这是团队一直在强调的一点。如果在一场会议中，我提出的观点和上司几乎一致，我会觉得非常不好意思。后宫外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技术之外，从 IP 角度，我们也想尝试一些新的叙事角度和叙事方式。当然，我们有很多的选择，最终我们选择了把时间放到8年之后。这是一个主线结束8年之后的故事，是终结之后的新的开始。这次的任务报告由你来写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牙医，作为队长带领着我们前进。这个故事里面穿插了很多我们设下的伏线，它和主线互相呼应，成为一种交叉叙事的方式。这其中当然蕴含了很多挑战，但是我们愿意接受挑战，也乐在其中。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后宫外书第2章了，当然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惊喜。首先就是另外一位熟悉的老朋友博罗尼亚，8年后的博罗尼亚将作为另一位队长，带领玩家展开故事。同时，我们也会在第2章中加入新的角色，他们当然有着和老角色不同的特点，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如何刻画他们和老角色之间的互动。他们之间会有摩擦，也会有磨合，但最后一定会成为一支合格的团队，然后去面对我们为他们准备的种种困难。相信后宫外书第2章不会让大家失望。作为一款长期运营的游戏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崩坏3的故事会一直保持更新。所以呢，我们想去做一个关于成长和陪伴的故事。我们希望能用更多的篇幅去把一个角色描绘得更真实，尽可能把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给表现出来。
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会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，会面对大家都遇见的困难与挫折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用装甲来表达同一个人的不同状态。它代表了一个人的成长、得到与失去的所有，命运的巨大转变，以及跨越了这一切之后他所拥有的可能。编剧这个工作有些特殊，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入夜以后才能进入状态。截稿日前伏案写到深夜，甚至通宵，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有时脑子空了，就会想去公司的阳台上待一会儿。那时园区里的灯都暗了，上海的天空也几乎看不到星星，就会觉得世界很大，自己很小。于是就有了天台上梅和凯文的那段对话。我时常会思考，对于如此广阔的宇宙，一个人究竟能有多少？我们选择成为编剧，就是因为曾经从故事中收获了无数的感动。也许就是在这么一个孤独的夜里，团队中的某个人就会闪过一丝灵感，一点火花，然后激发出更多更棒的想法，最后传达给所有的人。当你的新内容在游戏里上线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总有玩家能注意到一些你很久之前埋的伏笔，它可能跨度长达几年，但是他们都还记得。这个世界可能并不完美，但是故事中的每个人都在为了将它变得更美好一点而努力的奋斗，而故事外的我们也会竭尽全力的把他们骄傲前进的样子展现给大家，陪着他们一起走下去。想让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留下的痕迹，在未来成为某个人的希望。5年过去了，真的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。这5年里，不管是故事中的角色也好，崩坏3的玩家也好，也还是我们自己也好，其实都在成长。至于我们自己的话，能感觉到编剧的团队人其实也变得在越来越多。这么多人为了做同一件事情聚集在一起，其实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令人喜悦的事。谢谢你看过这个故事，谢谢你玩过这个游戏，这是一段未尽的旅途，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。今后的故事，希望你能一同见证，希望你能一同见证。